2种降压药被曝含致癌成分，有你正在吃的吗？谨慎购买。宋大妈今年67岁，患高血压已经有10几年了。最近她在网上看到新闻，说有2种降压药可能含有致癌物，这让她很担心。宋大妈吃的药正好就是其中一种，这下她慌了神，马上打电话给儿子。你看看我吃的药是不是有问题，还能不能继续吃？儿子一听也有点着急，赶紧查了新闻，但信息太复杂，他也搞不清楚该怎么办。宋大妈心里不踏实，开始琢磨是不是要停药，可她又知道高血压停药会反弹，担心血压失控。这样一来，宋大妈每天都在纠结，担心自己吃药会不会有危险。很多人跟宋大妈一样，一听到药物问题就紧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么，降压药真的那么可怕吗？停药又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高血压这个病，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日常生活中没什么明显的症状，不疼不痒的。可它却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潜伏在你身体里，悄无声息地破坏着你的心脏、大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所以，别小看高血压，它是个会威胁生命的大麻烦。药能不吃就不吃，副作用太大了，这是不少人的心声。其实，降压药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主要就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帮助你的血压维持在正常水平，防止血管受到过度压力的伤害。有些人担心长期服药会对身体有损害，尤其是肝肾功能受到影响。这种担忧很常见，但其实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几类降压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对身体的损伤风险是非常低的。比如钙通道阻滞剂、ACE 抑制剂、利尿剂等，这些药物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和长期的使用经验，被证明是相对安全的。只要按医嘱用药，不乱加量或者擅自停药，副作用一般都是可控的。高血压本身没有办法根治，尤其是原发性高血压，但通过药物治疗，绝大多数患者的血压可以控制在正常范围，避免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降压药并不是一种能治好高血压的药，而是让你能安全生活下去的保护伞。还有人想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摆脱降压药，毫无疑问，这些健康习惯对控制血压有帮助。但对于大多数中重度高血压患者，仅靠这些改变往往还不足以完全控制血压，药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2种降压药被曝含致癌成分。近年来，随着药品监管标准的日益严格，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关于药物召回的新闻报道，尤其是一些用于治疗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药物，由于在其生产过程中发现了致癌物质超标的情况，成为了召回的焦点。其中，厄贝沙坦与奎纳普利、氢氯噻嗪片剂2种药物的召回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然而，这些药物是否因此就不能再使用了？厄贝沙坦。厄贝沙坦是一种血管紧张素 EI 受体拮抗剂，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和心力衰竭。它通过阻断血管紧张素 EI 与其受体结合，起到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是治疗高血压患者的一线药物。然而，2018年10月，印度制药公司宣布在美国召回了22批次厄贝沙坦原料药，原因是这些批次中检测到 N 亚硝基2乙胺 NEDIA 杂质超标。随后，2019年1月，我国浙江某药业也发现某批次的厄贝沙坦原料药中含有超标的 N 亚硝基2乙胺。N 亚硝基2乙胺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列为2A 类致癌物的物质，意思是对动物有明确的致癌性，但对人类的致癌性证据尚不充分。因此，当这种杂质的含量超标时，药品可能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只有检测出杂质超标的批次药物才会被召回。对于未检测到问题的批次，药物质量是合格的，患者仍然可以安全使用。换句话说，厄贝沙坦本身作为一种有效的高血压治疗药物，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得到了大量临床验证的，患者不应因为召回事件而产生恐慌，随意停止使用该药物。停药或擅自更换药物可能会导致血压失控，从而增加中风、心脏病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奎纳普利、氢氯噻嗪片剂。奎纳普利是一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
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和心力衰竭。而氢氯噻嗪是一种利尿剂，常与其他降压药物联合使用，以增强降压效果。两者的联合制剂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控制高血压。然而，2022年，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制药公司宣布召回多批次的喹纳普利氢氯噻嗪片剂，原因是这些批次中检测到了亚硝胺类杂质超标。亚硝胺类物质是一类常见的强致癌物，长期摄入超标的亚硝胺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药物生产过程中，如果检测到亚硝胺类杂质含量超过了安全标准，药品就可能被召回。同样，召回的只是受影响的批次，未涉及召回的药品依然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患者正在服用的药品在召回目录内，那么也不必过度恐慌。通常，召回公告会附有详细的处理建议，患者可以联系医生，寻求合适的替代药物。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更换药物是保障健康的正确方式。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推荐其他安全有效的药物，以保证治疗的连续性和效果。3. 如何降低降压药带来的风险？很多人一听到新闻说降压药里可能含有致癌物，就开始担心家里的老人，尤其是父母每天吃的那些药还安不安全。毕竟，老人吃药是常态，高血压又是个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药可不能随便停。但又怕万一药物真有问题，影响健康。其实，市面上常见的几种降压药，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和多年的使用经验验证的。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控制血压，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比如中风、心梗等。大部分降压药，特别是那些医生常开的药物，比如钙通道阻滞剂、贝塔受体阻滞剂、ACE 抑制剂等，安全性已经被反复证明，只要按医嘱服用，基本不用担心严重的副作用。但有些药物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工艺问题，可能会在药品中无意产生一些像亚硝胺这样的致癌物质。尽管听起来挺吓人，但这类物质只是在少数批次的药物中被发现，并不是所有药物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你发现父母正在服用那些曾经曝光过的药物，比如喹纳普利或者厄贝沙坦，第一步不是让他们停药，而是赶紧跟医生联系。这点非常重要，因为高血压药物不能随意停下，否则血压可能会反弹，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么，如何降低父母在用药时的风险呢？首先，定期带父母去做体检，检查他们的肝肾功能和血压情况，确保用药没有出现副作用或者身体不适。如果体检结果一切正常，说明药物对他们的身体负担不大，可以继续用下去。如果发现有任何不适，比如头晕、乏力、胃口不好等情况，也要及时告知医生，看看是不是药物引起的，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更换其他药物。除了药物本身，还可以通过改善父母的生活方式，帮助他们更好的控制血压。还有一点很重要，帮助父母定时定量吃药，这样不仅能确保用药效果，还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4. 生活中的致癌风险你忽视了吗？很多人一听到药物里有致癌物，立刻开始担心，可其实，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致癌风险远不止药物。仔细想想，平时吃的、喝的，甚至呼吸的空气里，可能都藏着一些我们忽视的致癌因素。最常见的就是食物中的致癌风险，比如大家都爱吃的烧烤、腌制食品，或者煎炸食品，这些美味背后其实藏着不少健康隐患。尤其是老一辈人爱吃的咸鱼、腊肉，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容易产生亚硝胺，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再说说空气污染，特别是在大城市里，空气质量时好时坏，但空气中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颗粒物、尾气等，都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和肺癌的关系密切，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害物质长期暴露在其中，身体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饮水问题也不容忽视，虽然大部分地区的自来水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有些地方的水源里可能含有一些污染物，比如重金属和化学残留物。这些物质长期积累在体内，同样会增加患癌风险。相比这些，药物中的致癌风险其实是很容易控制的。药品本身是经过严格检测的，药物中的致癌物含量是有限的，超过安全标准的批次都会被及时召回。
反倒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日常细节，可能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结语：降压药含致癌物的新闻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那些长期依赖降压药的高血压患者以及关心父母健康的人们。然而，通过科学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某些药物批次中含有微量的致癌物亚硝胺，但这些风险在合理范围内是可控的。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生活中还有许多潜在的致癌风险，例如腌制食品、烧烤、空气污染等。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药物本身，还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日常生活中的致癌风险。降压药是否安全？生活中的致癌风险是否可以避免？归根结底，都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行动来应对。不要被新闻吓到，更多的是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不仅在于用药的选择，更在于对健康风险的长期关注和管理。